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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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. 你发现了吗？为什么你买可乐的时候只有百事和可口两种品牌可以挑选呢？难道其他公司做不出来可乐吗？其实，曾经市场上也出现过非常可乐等国产可乐，但他们最终都退出了市场，因为赚不到钱。可口和百事两位大佬垄断了可乐市场，用规模经济把成本压到极致，形成了双寡头垄断。按理来说，这个时候可以定个高价格，就可以获得更多利润。然而，可乐的价格却10年都没有涨过，一直维持在3块钱一瓶，利润非常薄。假如现在有公司想涉足可乐行业，他就会发现自己生产一瓶可乐的成本比人家零售价还要高。如果可口和百事通过涨价提高利润，别人就会看到这个行业利润丰厚，疯狂加入，进而为了抢夺市场疯狂让利发补贴，最终就会把可乐行业弄得更加惨烈。就如同现在共享单车的局面一样，所以不如一直保持这样的低利润，让别人都不敢进来。这样，就算你的利润很薄，你依然是顾客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，做到别人不敢做，你就是赢家。杠杆接力加免费模式加资源整合，教你玩转停车位赚大钱的商业模式案例。北上广深一个车位就是10几万，买个车才几万块，车位比车还值钱。很多人选择租车位，一个月也要400或者500左右，一年就是5000块了。但是如果业主既不想买也不想租，那怎么办呢？比如原来是10万块的一个车位，现在你交10万块给我，比如是3年或者5年，然后这段时间你免费用车位，而且我还给你4%到7%的预期年化收益。那么对于用户来说，这个收益就相当于把钱放在银行的收益，但他可以获得免费车位的使用权，1年5000，3年就是1.5万了，3年后本金返还10万块，而且还获得1万多的收益，车位还免费用。更重要的是，3年以后这个车位升值了，原来这个车位是10万块，3年以后涨到15万了，你突然想买这个车位了，你仅需支付10万块即可。如果用户把车位买进来再卖出去，又赚了5万，对吧？这种模式对用户来说好像还是蛮爽的。物业公司的租金怎么办？其实是金融公司给物业付钱了，物业通过这种模式把大量的车位租给金融公司，出租率高了，当然也赚钱了。金融公司这样干怎么赚钱呢？其实一个车位1年的租金是5000元，10万块给用户的收益也是5000元1年，所以两者加起来就是1万块。1年之内把10万块变出1万块的收益来就可以了。但是真正玩金融的，10万块1年你才变出1万块，那就回家种田吧。简单的资源整合，让用户得到免费的车位还赚钱，物业也不用愁怎么把车位租出去，金融的可以获得大量的资金，获得大量的精准用户。资源整合的典型案例还有很多，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资源整合营销模式都将占据有利地位，你认同吗？认同的点赞。进店就送礼物，大哥这波操作稳了。大哥只用了一招，一上午就卖了132件衣服，半天的营业额达到15483元的业绩。他的操作就是进店送2双丝袜。他跟附近一家超市合作，只要在超市消费，不管消费多少，都可以凭小票去他店里领取价值3元的丝袜2双。然后顾客在领取的时候可以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直接领走2双丝袜，另一个是你可以抵现30元现金在本店消费。半天拿小票来的顾客有130人左右，领丝袜走的有27人，其余的有70人是当30元来消费的，还有几十人拿回去了小票，说以后有需要了再来消费。大哥给了他们一张简单的证明，但一人只能领取1次。引流产品增值抵现就是大哥的玩法。顾客来了有2个选择，一是领产品走人，2是放大金额抵现金消费。如何在新装上市的时候让老顾客回头呢？一，在顾客购买产品后赠送1张10元的现金领取卡，在下次活动可以免费兑换10元现金。2，新装上市的时候打电话通知老客户，告诉他们开展活动时间，上次的现金卡在活动期间激活，免费领现金，还可以参与抽奖。3，顾客过来之后2个选择，第一，拿走10元现金并参与1次抽奖，第二，不拿走现金，可以放大到30元，抵现购买新装备，仅限持卡者其他人原价，并且参与3次抽奖。其实免费领取10元现金是上次购买衣服的利润中分割出来的，这次过来就算全部领走也不会赔钱。以上2种方式哪个更能吸引客户到店？大家都应该知道哪个诱惑力更大。只要愿意到店，就产生了无限的可能性。
以上就是服装行业2个引流的方法，但也不仅限于服装行业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行业灵活运用。同意的请点赞。